各位，我可能要破产了，因为我手上还持有40%左右的美元，而美元将会一文不值。也就是说，只要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比如说最直接的美股，也将会崩盘。为什么呢？大家好，我是傻迪森。你会发现，最近很多人都出来说，现在俄罗斯跟中国已经出来带头，研发出一个全新的金砖支付系统，而这个系统呢，就将会取代 SWIFT， 然后这个人民币呢，也将会取代美元。我笑了，这其实在讲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以前，比如说我是日本人，我想要买你德国的保时捷，对吧？所以呢，我就笑嘻嘻的给你这个德国人鞠了个躬，然后看了一下你的车，觉得没什么问题了，所以呢，我就把装着钱的箱子给了你，跟你订了100台车，让你寄过来我们日本，然后你就很开心，我们就握了一下手，然后我就打算离开了。但是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呢，你就把我拦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付给你的是日元，也就是说，我拿着日元走过去你德国买车，你是德国人，你会不会卖给我呢？不会嘛？就是说，你现在是日本人，想买我的车，就给你日本自己印出来的钱，我拿着你印的日元，我就只能在你日本买东西。但是现在是你日本人想买我的德国的保时捷，而我德国人不一定想要买你日本的 GTR 啊，对吧？而且你给我日元，我要拿去换这个美元之类的，是不是有这个汇率差呢？你看之前日元贬值了接近一半，所以呢，我怎么能接受你拿着在贬值的日元来换我的保时捷呢？也就是说，以前全世界做生意呢是很麻烦的，因为是没有一个共同的货币，所以这个美国呢就带头把想要跟全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的人呢都拉到了一个群组里面，这个群组呢就叫做 SWIFT。在这个群组里面的人呢，你看上哪一个国家的东西想要去买，或者是你家有什么东西想要卖给谁呢？大家在这个群里面说一声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的。然后你这个日本呢，也不用担心德国不送你的日元，或者是你德国也不用去担心日本会付给你日元，你们都去用我美元来做交易，这样 OK 了吧？你到全世界买东西，你拿着我家的美元呢，你都能够买得到。如果说你们手上没有美元呢，没关系，你把你家有什么想要卖的特产，你就把它放上来，我直接用美元跟你大量的买进，这样你们每个国家手上呢都会有大量的美元，然后你们就可以用美元来跟全世界做生意了。所以你是日本，你是不是很开心？你的 GTR 呢可以卖到美国，卖到全世界，然后你手上呢就得到很多的美元，这样你就可以到这个德国去买保时捷了。甚至说你现在不想要买保时捷了，你都可以拿着美元去意大利买这个法拉利。也因为这样，全世界国家呢都可以赚美元，然后在其他的国家做买卖，而且在 SWIFT 里面去做交易结算呢，比原来快很多的，也安全很多。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好呢？因为交易方便了很多呢，所以全世界大家都可以一起做生意了。那既然这么好，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家都不想再用美元呢？甚至说要做一个支付系统来替代 SWIFT 呢？很多人说是因为美国透过 SWIFT 掐着全世界的脖子，什么意思呢？各位，比如说现在你是日本，你想要买德国的保时捷，然后我是德国，我想要买你日本的 GTR， 对吧？那 OK， 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你日本是不是要把一辆 GTR 卖到美国，然后你就可以拿到10万美元呢？那么我德国是不是也要把保时捷卖给美国，然后我也可以拿到10万美元呢？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10万美元来买我的保时捷，我也可以用10万美元来买你的 GTR。那这里面呢，你是不是要生产2台 GTR？ 一台呢是要用来换美元，然后买我的保时捷的，一台呢是用来卖给我的。而我也是不是一样，要生产2台保时捷，也是一台是用来换美元买你的 GTR， 一台呢是用来卖给你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拿 GTR 跟我换保时捷的话，我们以物易物呢，我们各自只需要生产1台车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这中间我们要先换美元才能做交易，那么我们就要额外的多生产1台车，然后卖给美国，然后我们手上才有了美元，我们才能够去做交易。我们为了完成这一辆车的交易，就需要额外的生产多1辆车，因为要先换成美元嘛。这额外生产出来的车呢，就叫做铸币税。这铸币税交给了谁呢？就是美国啊。我们2个国家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 GTR 和保时捷，美国呢，它只需要去印钱，就可以轻松的把我们的东西都买走了。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么有钱的原因。我们呢就负责干，他呢就负责印钱，对吧？
而且我是美国，如果我觉得你卖的东西有点贵，那么我就只需要再印一批美元去买你的 GTR 和保时捷。而当我印的钱越来越多呢，美元就会不值钱，就会贬值嘛。也就是说，你们之前用 GTR 和保时捷换回来的这10万美元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所以你们是不是就要生产更多的车子，然后来跟我换更多的美元去做交易啊？简单来说，我想要买你的东西呢，我只需要去印钱。我觉得你的东西太贵了，那我只需要印更多的钱。而你呢，辛苦生产出来的东西换回来了美元，但是这个美元呢却在不断的贬值，你就需要更辛苦的生产更多的东西来换这一直贬值的美元。所以呢，你就忍不了了，你决定不要再被割韭菜了，不再用这个美元去做交易了。比如说日本，他当初呢就想要推行一个叫做亚元的，也就是亚洲的货币，结果他要面对的就是广场协议，被升息降息剪羊毛了，最后呢就失去了30年。这个亚元呢就没有再听过了，这个呢你可以看之前的影片。然后欧洲呢就推出了欧元，结果呢就直接在欧洲打了一场克索沃的战争，所有想要投资欧洲的资本呢都不敢再投了。欧元呢一出生呢就直接贬值了30%，然后呢还给你来个希腊的破产，也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然后还有一个卖石油的人说以后不收美元了，结果就出现了伊拉克的战争。而有的人呢也不信邪，他说我不用美元也不用欧元，什么货币都不用，就只用黄金，这样就可以了吧？结果美国就连同这欧洲发动了利比亚的战争，所以现在俄罗斯跟中国居然敢带头说要搞个支付系统取代这美元和 SWIFT， 那么一山不容二虎，这是要出事情了吗？最近呢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感觉战争离我们这么近。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们的房产、股票等等的资产都是一文不值的，那怎么办呢？未来这1-2年，很多的中产都会滑落变成穷人，而很多人却因为可能只是比身边的人懂那么多一点点，提前去布局了，结果最后他们就可以在这场财富的大洗牌里面捞走了无数的钱。如果说你觉得这些都跟你是有关的，你希望参与在里面去布局，那么你可以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而如果说今天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呢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首先，俄罗斯和中国真的要弄个支付系统，然后取代美元吗？美元到时候真的会一文不值吗？我笑了，我告诉你，美元短时间内呢都不会倒下的。如果美元真的倒下了，我觉得中国那边还会去扶一把的。为什么呢？你去想一下嘛。大家都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也就是说中国就是负责生产东西，然后卖给全世界的。也因为这样，中国就赚了很多美元，发展成了全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那么你可以想一下嘛，如果中国手上的美元美债都不值钱了，那是不是说中美都会有很大的损失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有听过吗？两个老大去火拼，打得两败俱伤的，气呢是出了，但是利益呢？最后上位的捡漏的就是下面的小弟了，这逻辑呢应该能理解吧？美国是怎么成为世界老大的？就是人家打仗的时候呢，他先不打，他去卖个武器，你们打的差不多了，我钱呢也赚的差不多了，然后才出手去捡漏的。2次世界大战就赚了全世界75%的黄金，从一个很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最有钱的，而这也就是100-200年的历史啊。这就是《孙子兵法》里面最高深的心法，不战而屈人之兵。你们最牛的就去打嘛，我不打，我就当个孙子。等你打完了之后呢，我就成了你的老大。所以现在很多的媒体都一直说美国不行了，美国不行了，因为中俄一起搞了出来一个针对美国的大杀器。我呢是真的听不下去了，因为俄罗斯之所以要弄一个支付系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啊。俄乌战争之后呢，他就已经被美国冻结了资产，而且还踢出了 SWIFT 这个群了。所以说现在他想要卖东西呢，其他的国家都不敢用美元去买的。而当他想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其他的国家呢也只是收这个美元，不会收你俄罗斯的货币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 SWIFT 群组呢是有监控的，而且美元呢是美国发的嘛，发了多少美元他自己是一清二楚的。你私底下偷偷交一个几百美金确实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你现在交一个几百亿以上，那么美国都是一清二楚的。那如果说你敢跟俄罗斯做交易，那么接下来被制裁的就是你嘛。
也就是说你准备要面对的也就是被冻结资产，还有踢出这个 SWIFT。所以你会发现啊，其实中国呢也都不会跟俄罗斯用美元交易的。那么现在很多人都说美国的通膨呢很厉害，利率呢很高，但其实俄罗斯的通膨呢更加厉害，物价大部分都上涨了30%。以前100块一斤肉，现在呢就要130了。而你去这个银行借钱呢，你借100块，你就要还120块，因为银行的利息呢也直接涨到了20%。也就是说，你想要找银行借钱去买一斤肉，你银行利息呢先亏个20%，然后物价呢再亏个30%，100块钱的肉呢你就要亏50块了。而就是因为全世界没有人跟俄罗斯做生意，那么俄罗斯的人呢就只能去买国产货。你去想一下嘛，整个俄罗斯都没有进口货，那大家都只能买国货，会怎么样呢？都会去抢国货啊，那国货就会供不应求嘛。而你是卖国货的，你要不要去涨个价呢？而且大家都不用你俄罗斯的货币去做交易，你这个货币是不是就会贬值呢？所以说就会形成了通胀。而通胀的解决方法呢，就是提高银行的利息，让大家都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面，不出来消费，不出来抢这个国货。但是这样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因为现在最核心的就是你手上就算有钱，但是没有人愿意把货物卖给你。就好像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你被困在了一个孤岛上面，你的钱呢都在啊，但是你的钱呢在这个岛上是花不出去的啊。所以俄罗斯希望继续跟大家做生意，想要跟大家一起玩的这个时候呢，就找到了这印度，说啊，我想要买你的粮食，但我们呢都不能用美元做交易嘛，这样呢实在没有办法了。俄罗斯就跟这个印度说，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买我的石油的时候呢，你给我你印度的货币，我买你粮食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印度的货币还给你，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赚钱了，也能够避开这美国的监控。这印度一听了，马上就说 OK 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印度呢就大量的买了俄罗斯的石油，然后把自己印度的货币呢给到俄罗斯。可是等到俄罗斯跑到印度说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印度人就说啊，国际的这个生意呢，我们就只收美元，你给我们加自己的货币呢也不行的。也就是说，俄罗斯拿自己家的石油呢换了一堆印度的货币，然后换不出去，相当于今天你把你家的房子都卖给我了，我付给了你大富翁里面的那些游戏的钞票。而当你拿着这些游戏钞票想要跟我把这个房子买回来的时候呢，我却跟你说这些游戏的钞票呢我是不会收的。这下好了，生意没有做成，还把石油亏了出去。这件事情的后续呢，各位自己看新闻啊，因为我觉得不重要，重要是俄罗斯就是因为这样才需要推出一个绕过美元的支付系统，这样才能跟全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啊。所以你与其说金砖支付系统会取代美元，我更相信比特币会取代美元，因为这能不能做出来呢还是未知的。但是比特币呢就是现货嘛，所以我自己一直以来呢都有布局这个比特币，这不是第一次讲了。重点来了，之前的策略很简单，大家看这图，比特币之前每一次只要涨到红色那一条线，也就是71000、72000的左右呢，就会掉头下跌了。而只要跌到绿色的那条线，也就是56000左右呢，它就会掉头反弹了。也就是说，红色的那一条线呢是一条很重的压力线，而绿色的那一条呢是一条很有力的支撑线。所以我之前的玩法呢很简单，投机为主，放进去的钱呢也不会多的。只要比特币跌到这一根绿色的支撑线，或者是跌破这根支撑线，然后重新出现反弹，比如说它跌到了54000，然后重新涨到56000的时候呢，我就会买比特币嘛。同时我把止损设置在5400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比特币的价格重新跌下去，跌到54000的时候呢，我就会自动的止损。我亏呢，最后就是亏34%，而这34%的亏损呢，就是我预期的风险。而如果说比特币反弹上去了，涨到71000的时候呢，我就会卖出离场，而我的利润呢就是28%，也就是说我亏损的时候呢，我亏就是亏3%、4%，但是我赚钱的时候呢，我赚就是赚28%，这就是赢多输少的战略。而现在大家可以去看得到，比特币涨到71000、72000，也就是红色压力线的时候呢，它居然继续的涨上去了，它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也就是说，在比特币的上方是没有压力位的。大部分的人呢，在之前买了比特币，只要你不卖出去，你基本上现在都是赚钱的。那么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当所有人都赚钱了，没有人亏钱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急着去卖股票呢？也就是说，比特币的上方呢只有获利盘，
所以之前的影片也讲了，当比特币的价格突破红色压力线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不错的进场或者是加仓的时机，但是要在下方设定好一个止损点。比如说当价格重新跌破72000，也就是我们的买入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卖出了。这样呢，你就会没有亏损，同时呢也没有盈利，就当做是白玩了这场游戏。但是如果说比特币它继续的涨上去，你就可以去收钱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策略首先第一，先保证自己不输钱；第二，在不输钱的前提下呢，只要它涨上去，这每100万美元呢都是我们的利润。所以虽然说我们要去投资滚雪球，但必须要是有系统、有规则的去投的。我们一定要去学会步步为营，只在最简单的牛市暴涨的趋势里面去做投资，然后在你看错方向的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而且我们不但要去玩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玩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我们一起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能赚走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我猜错的话，我亏呢也只是亏1块给你。这样看上去呢，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呢，我却是在做投资，能听懂吗？所以如果说你希望学习这一套规则的方法，接下来呢，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快要下架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吧。那么为什么中国要跟俄罗斯合作搞这么一个支付系统呢？重点来了，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讲啊，顺其自然吧。简单来说，俄罗斯的汇率呢就坑了中国很多钱，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关系不是挺好的吗？大家有试过去外国旅游，然后把自己手上的台币、港币、新币换成其他地方的货币吗？你知道这里面其实是可以赚钱的吗？其实现在俄罗斯呢，它是有2个汇率的，一个是官方的，而另外一个呢是地下的。这个官方的汇率呢，就是你去银行兑换的时候，你能够换到的汇率。刚才也说过了，俄罗斯的通膨呢是很厉害的，它的货币呢也一直在贬值嘛。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官方的汇率呢却是特别的强硬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少人会在官方的渠道去换俄罗斯的货币的，因为它地下的汇率呢更便宜的，大家都会在地下去换。也就是说，地下的汇率呢才是市场真实的汇率。而中国呢是少数有承认俄罗斯官方汇率的地方。听到这里呢，比较聪明的人就直接意识到了，这中间不就是能无脑赚钱吗？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现在很多俄罗斯甚至是中国的商人呢，都会拿着人民币去换美元，然后把换到的美元呢去俄罗斯的地下市场去换取大量的俄罗斯货币，而最后呢再把俄罗斯的货币拿到中国，透过官方的汇率去重新换回人民币，然后拿着这些人民币继续的去换美元，然后继续的重复这个步骤。再简单点吧，假设你现在有5块人民币，你拿去换了1块美元，然后你在黑市里面，你可以用这1块美元换走20块的卢布，也就是俄罗斯的货币嘛。这时候呢，你是不是就等同于用5块人民币换了20块卢布呢 ？OK， 你拿着这20块的卢布，你去到中国，这时候你就可以透过它官方的渠道，用20块的卢布换走10块人民币。也就是说，你拿着5块人民币兜兜转转换来换去，你最后就能够换到10块人民币。然后你就是可以再拿着这10块人民币继续的兜兜转转换来换去，你就可以换到20块、200块、200万块的人民币。这种套利的交易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也就是说，当全世界现在很少的国家会去承认俄罗斯官方汇率的时候，那中国就承认了。这样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过来赚你的钱啊？听到这里呢，有的人就已经出门了，因为他们打算照样去赚这笔钱。但其实你现在还是把这个鞋给脱了吧，因为没有机会了。中国很快就严格控制了这种外汇的套利。之前你会玩，有赚到钱了，那 OK， 后面呢就不允许你这么玩了。所以其实中国去玩这个金砖支付系统呢，是为了帮这俄罗斯解决这个做不了生意的问题，而不是说要去取代美元或者是 SWIFT。所以现在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如果说你今天没有美元的话，你这个国家基本上就不要想着在其他国家买东西或把东西卖出去。也因为这样，现在很多人都被洗脑了，把美国的贸易逆差变成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贸易逆差呢，就是说美国在全世界买回家的东西呢，比它卖出去的东西多啊。也就是说，花钱比赚钱多嘛？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都要用我们家的美元，然后他们才能去做生意嘛。那么我美国为了可以给全世界提供美元，所以呢就只能牺牲自己，把自己家的钱呢都花出去。那我笑了，也就是说，我美国现在不工作，我就负责印钱，然后就去花钱买你们辛苦做出来的产品，因为你们呢都要用我们家的钱嘛，所以呢我是很伟大的，因为我养活了你们，对吧？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川普上台就要说把这个制造业带回美国，然后要去打压台积电？因为台积电就抢走了美国很多的生意。还有为什么要去加全世界的关税？而且他的这套说法，大部分的美国人都很认同，还选了他当总统呢。因为真相就是美国早就去工业化了，也就是说很多的东西呢，他自己早就已经生产不出来了，所以他才需要进口去买东西啊。各位，整个游戏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买了你家的东西，而你呢就赚了很多的美元。但是你会发现，你赚了钱之后呢，你最后还是会把手上的美元投资到美国的股票、债券和资产上面，而结果就是你的美元都会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被收割一遍，让你在高位接货、低位卖货。所以你辛苦赚回去的美元呢，其实到最后还是会回到美国的资本家手上，比如说军工资本、产业资本，就是上一部影片讲了欧盟里民主党的那些贵族啊、财阀精英呢，就是玩这一套的。多少人因为升息降息而家破人亡呢？而虽然说钱回到了欧盟里手上，但只有极少部分是可以分到给美国的国民的。你可以去看得到，其实美国人的收入呢都不怎么提升的。你会发现，无数的美国人其实都有一份正职，但是他们也会去找很多份兼职的，因为他们要打几份工才能养活自己的。学费呢也越来越贵，吃喝玩乐呢也越来越贵，但是薪水呢却没有涨，是不是这样的？不止美国，其实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的。而美国人现在呢依然是过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股市就是他们的提款机，没钱的时候呢就是提款机取一下。投资呢是我们普通人逆天改命，并且活到100岁依然可以赚钱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可口可乐的 CEO 很厉害，对吧？他的年薪呢是5000万美金，然后交了税呢就没有一半了。但是你知道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他就不劳而获的年赚了5个多亿美元，这是被动收入。他不需要去管理公司，不需要去想营销策略，不需要去思考产品的定位，他只需要在一个最佳时机买进，并且做好风险管理，就直接财富自由了。如果说你今天依然每天都很忙，但却入不敷出的话，如果说你依然早出晚归，去一次旅游呢，买一套房子对你来说呢，都是一种很奢侈的话，那么请你停止在错误的方向一直努力了，因为一错再错比原地踏步更惨的。从现在开始呢，你应该先去投资自己的脑袋，然后用你的脑袋去赚钱。如果说你已经准备好走出来了，那么这一套课程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制作，价值1000美金。但是今天只要你订阅加点赞，不需要1100，甚至连1美金都不用，直接免费让你报名去学。那么不想要错过的，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赶快免费的去报名，错过了就下架了。好了，现在川普上台，股市瞬间就暴涨，美债就暴跌了，这里面到底蕴含着什么机会，还有什么危机呢？那么这一切，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